一个人为什么会久病多年，缠绵病榻，迟迟才离世？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位长辈躺在床上，一躺就是3年、5年，甚至8年、10年，身上插着管子，翻身要靠别人，喂饭要靠别人，连大小便都要靠别人。有时候神志还算清楚，认得出儿女，有时候却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对着空气轻轻说话。子女轮班照顾，一个人累垮了，再换下一个。银行里的积蓄像沙漏一样，一点一点漏到见底。全家人守在床边，脸上是孝顺，心底却藏着一个谁都不敢说出口的念头。这样的日子到底还要熬多久？而在同一条巷子的另一头，也许有另一位老人家，前一晚还好端端地跟邻居下棋聊天，隔天早上就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没有痛苦，没有拖累任何人。同样是一辈子的辛劳，同样是走向终点。为什么有的人像关灯一样一瞬就熄灭，有的人却要在病床上被反复折磨10几年，把最后一点尊严都磨得干干净净？这中间到底藏着什么我们看不见的账？这不是遥远的哲学问题，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面对的现实。就在2026年，台湾正式跨进了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每5个人里就有1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而更让人心头一沉的是另一个数字。根据卫福单位的统计，台湾人临终之前平均要卧床将近8年。8年，这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到读完小学的时间。有多少家庭就在这漫长的8年里，一边守着亲人，一边被拖到筋疲力尽，心力交瘁。光是住院看护这一项，全台湾1年就要花掉超过600亿元。这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病，而是一整个时代共同扛着的沉重。于是问题就回到了每一颗黄祸的心上。一个久病多年才离世的人，到底背了什么业债？为什么偏偏是他要走这么长、这么苦的一条路？今天我们就试着从佛法的角度，深深地走进这个被无数人追问过的谜团。而我可以先告诉你，佛经里给出的答案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更惊人，也更温柔。先让我们把一个最容易误解的观念放到一边。很多人一听到业障病，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人一定是前世做了很多坏事，现在遭报应了，活该。甚至有人会偷偷的用这种眼光去看待病床上的亲人，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的责怪。如果你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那你可能刚好把整件事完全想反了。真正的佛法恰恰不是这样看的。我们今天要慢慢揭开的是一个和这种直觉完全相反的真相。要理解久病的因果，我们得先弄清楚佛法到底怎么看待生病这件事。在佛法的观点里，病大致可以分成几种。第一种是最单纯的生理病，天气冷了，受了风寒，饮食不节，伤了肠胃，工作太累，累坏了身子，这些是身体本身的4大不调，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该吃药就吃药，一点都不用往玄的地方想。这里要特别说清楚，佛法从来不叫人有病不去治，连近代净土宗的祖师印光大师都讲得很明白。他说，不是所有的病痛外伤都是业因感召，有的就是你自己走路不小心，被虫咬了，被刺伤了，跟因果报应根本没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要一生病就疑神疑鬼，把自己吓得半死，那反而是着了魔，是自己吓自己。但是佛法也告诉我们，在生理之外还有另一层更深的病。有些病你查遍了大医院，做遍了各种检查，抽血照影，什么仪器都用上了，却始终找不出病因。有明明白白的症状，却说不出一个病名。这种奇奇怪怪的毛病有时候会困扰一个人的身心，好多年都不退。还有一种人，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好的，从头到脚都在出问题，一个病还没好，另一个病又冒出来，像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专门跟他过不去。佛法把这一类称作业障病，
甚至更深一层的冤业病。这种病的根不在这一世的身体，而在那本看不见的因果的账册里。我们老祖宗的《黄帝内经》里早就有一句很深的话，说一切的疾病往往是先有虚而后有实。什么叫虚？就是一个人的正气先弱了，元气先散了，防护的力量先破了一个口，气一虚，血就滞，抵抗力就直线下降，然后各种病才有了可乘之机，接连地在身上成了形。而让一个人正气由盛转衰，福报由厚转薄的，除了年纪，除了操劳，在佛法看来，还有那些我们早已忘记却始终跟在身后的宿业。当一个人一生的福报消耗到了尽头，那道防线一旦松动，藏在深处的旧账就浮上了台面。说到福报，我常常想起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一个人一生的福报就像一盏油灯里的油，油多灯就亮得久，身体康健，诸事顺遂，任你怎么操劳奔波都撑得住。可是油总有烧尽的一天，当这盏灯的油快要见底的时候，火苗就开始摇曳，变得昏暗，而那些一直潜伏在暗处的宿业就趁着这个时候一拥而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的病偏偏是在晚年，在人生最后那一段路上才集中的爆发出来。年轻时仗着福报厚，什么都扛得过去，到了福报将近，才发现原来很多仗一直都在那里等着。而业障重的人，身体上的反应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他常常会觉得浑身沉重，提不起精神，做什么都昏昏沉沉，特别容易疲劳。可是到了晚上又睡不安稳，多梦易醒，心神散乱，胡思乱想，一件事都静不下心来好好做。严重一点的，就像前面说的，全身是病，这里痛那里不舒服，跑遍了各大医院，却总也查不出一个真正的所以然。这些在懂得因果的人看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身体老化，而是那本沉甸甸的旧账正在一页一页翻到了要结算的时候。那这本账是怎么记下的？佛门有一句话说得很淡却很重，叫做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意思是我们这一生所遇到的一切，喝的一口水，吃的一口饭，遇到的每一个人，发生的每一件事，看似偶然，其实背后都有前因后果，没有一样是无缘无故凭空掉下来的，无缘不聚，无债不来。你今生会躺在那张病床上，会有某一个特定的人守在床边照顾你，会拖上这么多年才走，这中间都牵着一条你自己早已忘记，别人却还清清楚楚记着的线。讲到这里，一定有人心里会冒出一个最大的疑问，也是自古以来让无数人对因果半信半疑的一个结，那就是如果真的有因果，那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明明是心地善良，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却疾病缠身，命运坎坷，甚至久病卧床，走得辛苦，而那些为非作歹，杀生害命的人，反而吃香喝辣，身体壮得像头牛，一点事都没有。这样看下来，因果好像根本就是颠倒的，那行善到底还有什么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佛法对此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解答，叫做30报。佛法告诉我们，一个人造下的业，他的果报并不一定都在今生今世就立刻兑现，有的业力量强，因缘快，这一生就报了，叫做现报；有的业要等到下一生才会显现，叫做生报。而还有很多很多的业，要经过2生、3生，甚至更久远的以后，等因缘成熟了才会爆发，这叫做后报。你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眼前那些看似颠倒的现象，一下子就全都说得通了。我打一个比方，你就懂了。假如你家附近搬来一位新邻居，你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你只看见他每天很努力的工作，收入也很不错，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不乱花钱。可是奇怪，他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却始终存不下1分钱，
一遇到急事还得四处跟人借贷，让你怎么看都觉得莫名其妙。直到有一天，你才辗转得知，原来他在搬来这里之前，早就在别处欠下了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巨债。这些年他赚的每一分钱都得立刻拿去还债，一刻都不能耽误。这下谜底才揭开了。一个一生行善却仍然受苦受难的好人，就是这个道理。他此刻正在承受的是他过去世所造恶业的后报，这笔旧账太重，正沉沉地压在他身上。而他今生所行的善并不是没有回报，只是这份善的力量暂时被拿去抵消和减轻了那笔更庞大的旧债。所以你从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好报，可事实上他的苦难已经因为行善而悄悄地减轻了，缩短了，只是他自己和旁观的我们都不知道罢了。反过来，一个作恶却享福的人，他想的是前世积下的那点福报老本，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而他今生造的恶业，那笔账一笔都不会少记，只是报应的时辰还没有到而已。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因果从来不会算错账，它只是有它自己的时间。好，铺垫到这里，我们要进入今天最关键也最颠覆你想象的一段了。请你放下那个活该的念头，静下心来慢慢听。大多数人都以为久病多年是老天在惩罚一个坏人，可是佛法里最深的一个道理却告诉我们，久病缠身很多时候恰恰是一场天大的慈悲。它有一个名字，叫做重罪轻报。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用一个佛门里流传了1300多年的真实故事讲给你听，你就懂了。在古印度有一座名震天下的佛学重镇，叫那烂陀寺。寺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叫戒贤法师。他一生弘扬佛法，戒行清净，是当时整个印度都仰望的大德。就是这样一位几乎没有一丝污点的圣者，有一天却忽然得了一场极其可怕的怪病。那种痛，据记载，像是有人拿刀在一刀一刀割他的肉，又像是有火在他的骨头里烧。这种剧痛日夜折磨他，年复一年，怎么看怎么治都好不了。到最后，这位一生清修的大师竟然被痛到再也忍不下去，动了想要早早结束自己这条命，好求个解脱的念头。就在他万念俱灰的那个时刻，奇异的事发生了。文殊、普贤、观世音3位菩萨忽然一同显现在他面前。菩萨对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我希望你能记一辈子。菩萨说，你不要因为这一点病苦就想不开，你要知道，你在久远久远的过去世里，曾经很多次做过国王，做了许多迫害百姓、恼乱众生的恶事。照这样的业，你本来应该堕入恶道，在地狱里受极长极长、极重极重的大苦。可是因为你这一世努力弘扬佛法的缘故，那个本该让你在地狱里受尽千万年折磨的重报，如今被转化成了眼前这一场人间的小病苦。你要忍耐。再过3年，会有一位从大唐来的僧人，名叫玄奘，来拜你为师，向你求法。你要撑到那个时候。你听懂了吗？菩萨的意思是，这场让他痛不欲生的怪病根本不是惩罚，而是拯救。那本来是要把他拖进地狱永劫不复的滔天大罪，可是他一生的功德把这笔天大的账硬生生地打了一个大折，从后世的地狱重报变成了现世的人间病苦。表面上看是老天不长眼，让一位有修行的高僧受这样的罪，可是掀开因果的底牌一看，这根本就是佛菩萨对他最大的慈悲。那场烧得他死去活来的火，烧掉的是一座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可怕的业障之山。后来戒贤法师咬着牙强忍病苦，一边忏悔一边等待。3年后，玄奘大师果然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那烂陀寺，拜他为师。
当戒贤法师让弟子把当年那场病的惨状一五一十说给玄奘听时，那位弟子是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可见那病苦到底有多深多惨。而这一切背后真正的意义，也只有站在因果的天平上才能被真正看懂。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那张病床，那位躺了8年、10年的长辈，也许正在经历的就是他这一生的重罪轻报。他不是在被惩罚，他是在用最缓慢、最不至于堕落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某一笔我们谁都算不清的宿业还干净。这场漫长的病，说不定正是把他从一个更深更黑的深渊边上一步一步拉回来的那只手。想通了这一层，你再看向床上的那张脸，眼里的责怪是不是就化成了一份心疼，甚至一份说不出的敬意。这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古印度的圣者身上，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也有活生生的例子。有一位广化法师出家以前在军中管伙食，那时候不懂因果，每天要杀一只鸡来夹菜，一年360只，3年下来就是上千条性命。后来他出家修行，戒律精严，是位了不起的法师。可是有一天他在浴室洗澡，忽然看见满屋子都是鸡，密密麻麻，还不停地往他身上扑。他吓得东躲西闪，一个没站稳，摔了一跤，把腿给跌断了。事后他自己说，这是学佛持戒，重罪轻报。他懂，那上千条被他吃下肚的命，本该讨回一笔极重极重的债，如今却只化作一次跌断腿。他不但不怨，反而因此更加敬畏因果，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不是这些年学佛持戒的功德在中间替他顶着，这个果报会惨烈到什么样的地步。古书里还记载过一个更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个吃素持斋3年的人，忽然身上长了一种很难治的恶疮，又痛又难看，痛得他心生退悔，觉得自己吃了3年素换来这种下场，吃素根本没好处。他的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跟他说，那你干脆把你这3年吃素的功德卖给我吧。那人真的糊里糊涂，就写了张收据，把3年的功德卖了，收了一笔钱，打算隔天就开荤吃肉。结果就在当天晚上，他梦见2个鬼卒来抓他，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本来10个月前就该死了，就是因为你这3年持斋修行的功德，才让你多活到现在。你既然把功德都卖了，这条命也就到头了。那人吓得魂飞魄散，苦苦哀求，愿意马上退钱，把功德赎回来。可惜为时已晚。他的朋友回家后，早就把那张收据在佛前一把火烧掉了。第2天，这个人果然就死了。你看懂这个故事的机关了吗？他身上那场又痛又难看的恶疮，其实根本不是灾难，而是他吃素的功德，把一场10个月前就该降临的死亡重报，硬是转成了一场还能保住性命的皮肉轻报。只是他自己身在其中看不清，还怨天尤人，以为修行白做了。这正是因果最幽微，也最容易被人误会的地方。表面上看到的那个苦，底下藏着的往往是一份你根本看不见的减刑，一份不声不响的护佑。说到还债，佛门里还有一个更震撼的故事，主角是一位开了神通的高僧，叫安世高。他本来是西域安息国的一位王子，舍弃了王位出家修行，证得了宿命通。也就是说，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过去世的一切因缘。而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自己前世还欠着2条命债，这2条债都要到中国来还。一般人若知道自己命中有这样的杀身之祸，怕是要躲得远远的。可是这位高僧不一样，他明明白白地知道，却还是主动地一步一步走向中国。传记里记载，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注定要取他性命的人，他非常平静地告诉身边的同伴，说这个人是来取我这条命的，这是我多生以前欠下的旧债，今天该还了。说完，他就坦然地让对方了结了自己这一世的生命。而这还没完，
他还了第一条命债之后，又转世投胎，第二次来到中国，把第二条命债也一并还清。你想想，一位已经开了神通、有大修行的高僧，明知是死，却甘愿赴死，只为了了结一笔多生以前的旧账。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因果的力量就是这样真实不虚，连圣者都不逃避，反而选择坦然承担，把账一笔一笔结清。凡夫遇到债主，往往是不甘心、不情愿，又哭又闹，所以要受尽折磨。而觉悟的人明白，欠了的终究是要还的，与其被动的被讨、被折磨，不如心甘情愿的了断，还完了，反而一身轻松，生死自在。这份看待苦难的胸襟，正是佛法要我们慢慢学会的。而我们这些没有神通的凡夫，虽然看不见自己过去世的那本账，却可以从这些故事里领悟到一个最实用的智慧，那就是既然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背着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旧账，那与其等到病来了、苦来了才手忙脚乱、怨天尤人，不如趁着现在身体还算健康、头脑还算清楚，就开始一点一点的主动去还、去结善缘。怎么还？其实一点都不难，少发一次脾气，就少结一分怨；多存一分善念，就多添一分福。能帮人的时候，伸出手拉别人一把；能吃素的时候，就少造一些杀业；能原谅的时候，就放下心中那口积了很久的气。这些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可是日积月累，滴水穿石，就是在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儿女子孙悄悄地铺一条更平坦、更少坎坷的路。因果的可怕是丝毫不爽，可是因果的可爱也正在于此。你今天种下的每一个善，将来都会结成一颗善的果，一分都不会少。等到有一天真的走到了生命的关口，你会发现，一个一生行善、心中坦荡无愧的人，往往也走得更安详，更少牵挂，也更容易在最后那一念提起那句清净的佛号。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为自己亲手种下的最好的因。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就算是还债，那到底是在还谁的债？这就要说到佛法里一个听起来玄却又极其深刻的观念了。冤亲债主这4个字，很多人一听就发毛，觉得是什么可怕的妖魔鬼怪。其实不是，所谓冤亲债主，说穿了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在6道轮回里结过缘的一切众生。佛法讲，我们不是只活着一世，在无始的过去，我们投胎过无数次，做过无数人的父母、儿女、夫妻，也做过无数人的仇人。这些人里面，跟我们善缘多的、彼此投缘的，佛门称作亲；跟我们恶缘多的、结过怨仇的，佛门称作冤。但无论是冤是亲，只要彼此之间还有一笔没了结的因果，还有一份没还清的亏欠，就都算是我们的债主。你算算看，光是一世的冤亲债主就何止100人1000人，如果按着轮回1万世来算，我们身后跟着的债主多到根本数也数不清。这也就难怪佛经里会说，末法时代的众生越是轮回，业报越是深重。这些债主当中，有的已经解脱往生善处了，那就相安无事，皆大欢喜。可是还有很多很多因为种种放不下的执念，迟迟无法投胎转世，就在幽冥之间孤零零地飘荡。他们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在时间和空间的因缘交错之下，准确地找到那个多生累劫以前跟自己有过深仇大恨的人。而当一个人自身的福报消耗殆尽，正气不足，护身的能量变弱的时候，这笔陈年的旧账就到了讨还的时候。它显现出来的样子，往往就是身体的病痛和精神的不安。佛经里的地藏经把这些道理说得很透，它告诉我们，这些放不下的宿债和恶道众生，
会用种种方式来干扰一个人现世的生活，所以有些人会莫名其妙的长期做各种噩梦，睡不安稳。这在懂的人看来，有时候正是一种预警的讯息，是那笔恶因在正式引爆之前先发出的一点动静。也有些人会得那种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出病因，却缠绵好多年都不退的怪病，这背后可能就是一段还没有化解的累世的纠缠。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沉重，甚至有点害怕？别急，因为真正的佛法，接下来要讲的这一句才是整件事的关键，也是它跟坊间那些专门吓唬人的说法最不一样的地方。面对冤亲债主，佛法教我们的从来不是害怕，不是对抗，更不是把他们当成敌人赶尽杀绝。佛法教我们的是4个字：解冤释结。这世上有一句老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你静下来想想，这些所谓的债主很多都曾是你过去世的至亲骨肉，只是因为某一次的恩怨，某一世的伤害，才从最亲的人变成了今天缠着你的冤。而冤冤相报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这一世用强硬的手段躲过了，下一世还得还，而且会越滚越大，越结越深，仇恨的锁链一环扣一环。真正有智慧的做法是静下心来，把这笔账好好的了结。怎么了结？靠至诚的忏悔，靠一句一句的念佛，靠把自己修行的功德真心诚意的回向给他们，让他们也能离苦，也能有机会亲近佛法，明白这其中的因果道理，愿意放下对你的仇恨。当这个心结一解开，两不相欠，那折磨你的病痛，那生活里的种种不顺，自然也就跟着松动，跟着化开了。而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对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当头棒喝。这些累世的命债，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从杀生来的。我们今天的餐桌上，每一餐大鱼大肉，早就习以为常，觉得天经地义。可是佛法提醒我们，那一条条被端上桌的生命，不是心甘情愿送给你吃的，他们临死前的那份恐惧，那份怨恨是消不掉的。这些怨一笔一笔都记在了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们未来的冤亲债主。净空老法师讲过一句话，分量很重。他说，世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残酷的战争？那在佛法里叫刀兵劫，说到底就是无数众生的怨恨一点一点累积而成的。而这怨恨从哪里来？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弱肉强食，从吃众生肉来的。所以你看，因果的网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细密得多，也公平得多。今天你怎么对待一条命，明天那条命就可能以某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有智慧的长者晚年会选择吃素放生，就是想早一点把这些糊涂欠下的旧账慢慢的还一还，结一结善缘。那如果家里真的有一位长辈正被这样的病苦缠着，做子女的除了尽心尽力的医治照顾，还能为他做些什么？佛法其实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可以着手去做的方法。最根本的是帮他，也带着全家人一起真心的忏悔，一起念佛。你可以在长辈的床边轻声地为他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让这清净的一句佛号去安他的心，也去安那些跟着他的看不见的众生的心。你也可以以长辈的名义去做布施，去放生，去印经，把这些功德至诚地回向给他累世的冤亲债主。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过去的种种若有亏欠，若有伤害，我们一家人愿意为他向你们忏悔，也愿意把这份修来的功德供养给你们。愿你们早日离苦得乐，往生善处，从此解开这段冤结，两不相欠。你千万别小看这一份心。冤亲债主要的其实从来就不只是报复，更是一份被看见，被超度，
能够早日脱离苦海的机会。当这份真诚的善意一送出去，很多纠缠了多年的结是真的会一点一点松开的。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永远是慈悲和真诚，而不是交易和恐惧。佛法从来不是要你花钱消灾，买一个心安，它要的是你发自内心那一份想要化解怨仇、善待一切生命的柔软的心。心一转，境就跟着转，这才是解冤释结真正的那把钥匙。好，现在我们要转到今天这个题目里最戳心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角落了。我们一直在讲那个生病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久病的人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受苦，在那张病床的旁边还有另一个人，甚至一群人也被死死地拖进了这场漫长的煎熬。那个放下自己的事业，辞了工作，回家伺候卧床父母的女儿，那个熬白了头，日夜守着中风老伴的先生或者太太，他们一擦就是10年的身，一喂就是10年的饭，一守就是10年的夜，眼睁睁看着家里的钱一分一分的没了，看着自己的人生在无尽的照顾里一点一点的缩小，缩到只剩下那一方小小的病房。有一句话说得很残忍，叫久病床前无孝子，日子拖久了，再深的亲情也会被磨得只剩下疲惫，甚至怨怼。可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要来受这份长达10年的拖累？他上辈子到底欠了什么？佛法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深也非常震撼的解释。净空老法师常常讲，人与人之间会投胎成为一家人，逃不出4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4种缘把人间所有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都说尽了。第一种是报恩来的，前世你对他有过大恩大德，这一世他来投胎做你的儿女，就是为了回报你。这样的孩子就是俗话说的孝子贤孙。你想想，一个能够放下一切，任劳任怨，在病床前伺候你整整10年，把屎把尿都不嫌弃，累到自己都病倒了还守着的儿女，这是什么？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报恩来的，那不是冷冰冰的义务，那是一份跨越了生死，深到你我都无法想象的恩情，在默默的一点一点的偿还。第二种是报怨来的，过去世里结下了冤仇，这一世他来报复。这种孩子长大之后往往会做出格的事，败光家产，甚至闹得你家破人亡，白发人送黑发人。第三种是讨债来的，你前世欠了他的，这一世他来讨，欠的少的养到3岁5岁，你花了不少钱，操了不少心，他讨完了就走了，早早的夭折了，留给你满心的伤痛。欠得多的可能供他一路读到大学毕业，眼看就要成才，能为家里分忧了，他却忽然走了，让你前面所有的心血都付诸东流。第4种是还债来的，他前世欠了你的，这一世来还。如果他欠得多，他会在物质上把你照顾得很周到，让你吃穿不愁，可是心里未必有多少恭敬和孝顺。如果他欠得少，哪怕他自己再有钱，对你的供养也会显得很刻薄。你把这4种缘对照着那张病床再看一遍，是不是忽然就懂了很多事？那个为了照顾你累到自己都病倒的儿女，他这10年的付出，在因果的天平上从来就不是白费的。那可能是他在还一份深情，也可能是你们一家人正在共同承担，共同消解一笔共同的业，佛门称之为共业。这漫长的照顾看起来是无尽的消耗，是命运的惩罚，可是换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一份跨世的缘分，在慢慢的收尾，在了结。而每一次不耐烦之后，仍然选择留下来的陪伴，每一个累到崩溃的深夜里仍然咬牙撑下去的坚持，都在为那个照顾的人累积着我们看不见的巨大的福报。所以如果你此刻正是那个在病床前熬着的人，我很想隔着荧幕对你说一句话，你所做的这一切，天知
地之因果之。你不是命苦，你是在了一段别人替不了的缘，你是在还一份或者收一份跨越了生生世世的情。那些真正留在床前没有转身走掉的孩子，恰恰就是那份最深的报恩缘。这样的付出值得被看见，值得被敬重，也值得被温柔地对待。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女儿为了照顾中风卧床的父亲，辞掉了原本很好的工作，一守就是9年。那9年里，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每隔2个小时就要爬起来为父亲翻一次身，就怕他躺出褥疮。她喂饭、换洗、把屎把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从不在父亲面前喊过一声累。旁人都替他不值，劝他干脆把父亲送去安养机构，他只是轻轻摇摇头。父亲走的那一天，是在睡梦中安安详详地走的，脸上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后来有一位懂佛法的长者对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你的父亲这一世能走得这样安稳，这样有福气，而你正是他前世修来的最深的那一份报恩缘。你这9年的辛劳看似是苦，其实你是在替一段生生世世的深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这份天大的功德将来一定会回到你自己还有你孩子的身上。这位女儿听完，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也就是在那一刻，她才真正明白，原来这9年她从来就没有白熬。而这个共业的道理，往大了说，其实也照见了我们整个社会。你看今天的台湾，少子化、高龄化，一整代人都要面对照顾长辈的重担，这何尝不是一种众人共同造，也要众人共同受的共业？它提醒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功课，更是一整个时代都需要用更多的慈悲、更好的制度一起去承担的课题。当然，讲到这里，我也要非常诚实地补充一段。净空老法师曾经被人问到一种很特别的情况，说有的老人家福报很大，命里的钱还没花完，可是寿命却已经到了，结果得了失智，家里要雇好几班人轮流照顾他，一照顾就是10-20年，直到把他命里所有的钱财统统用光了，人才安静地离开。这听起来很矛盾，福报大，怎么反而受这种罪？走这么长的路，法师的回答很有深意。他说，这里面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一生只知道盼命地积攒钱财，紧紧地抓着不肯放手，不肯拿出来布施，把那么多本来可以去帮助苦难众生的资源，全都死死地堆在自己一个人身上，那这份沉重的执着本身，或许也是一种需要在最后被慢慢化解掉的东西。这里的智慧绝对不是叫你有病不去医，恰恰相反，该给的医疗，该有的照顾，一样都不能少。它真正要点醒我们的是那颗抓得太紧放不下的心。人生走到最后，真正能带得走的，从来不是床底下那本厚厚的存折，而是你这一生到底种下了多少善，结了多少慈悲的缘。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灰心，觉得既然一切都是前世注定的业，那我们这一世做什么都没用了，只能认命地躺着，等果报来收。如果你这样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佛法从来就不是宿命论。佛法把业分成2种，一种叫定业，一种叫不定业。定业是那种力量极强，因缘已经完全成熟，你必须去承受，怎么躲都躲不掉的。可是还有大量的业是不定业，是可以透过你这一世的努力去改变、去减轻、去转化的。说到改命，我要讲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几百年的真实故事，就是《了凡四训》。明朝有一位袁了凡先生，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位精通命理的孔先生，把他这一生的命运算得清清楚楚，哪一年考第几名，将来能做多大的官，俸禄多少，甚至算定他命中无子，能活到53岁。神奇的是，接下来很多年，事情的发展竟然一丝一毫都不差。
全被那位孔先生说中了。于是袁了凡彻底认了命，觉得人的一生早就注定，努力也是白费，索性什么都不求了，心如死灰。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云谷禅师。禅师见他枯坐3天，心中一个杂念都没有，还以为他是了不起的修行人。袁了凡却苦笑说：我的命都被算定了，还有什么好想的？禅师听了哈哈大笑，说：我还以为你是个豪杰，原来也只是个凡夫，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命运是可以改的，只要你肯真心的断恶修善，积德行善，就能一点一点改写那本看似注定的剧本。袁了凡听进去了，从此痛改前非，日日行善，默默积德。结果呢，他不但生了儿子，做的官也超过了原本的预测，更是一路活过了那个注定要死的53岁，一直活到70多岁。他用自己的一生亲手打破了那个看似铁板钉钉的宿命。袁了凡的故事就是不定业最好的证明。他告诉我们，面对命运，面对病苦，我们绝不是只能束手就擒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既要看医生，也要修行。看医生处理的是身体这一层，是生理的，也是很多还能改变的部分。而至诚的忏悔、念佛、行善、回向，处理的是因果那一层，能够实实在在的转化不定业，甚至能把那个本该极重的业慢慢的磨到重报转轻报。佛门里有一尊药师，佛本身就是慈悲众生的病苦，发愿要救拔一切病痛灾厄。你看，佛法从头到尾都没有叫人放弃治疗，它是要你身心两边一起用功，一起努力。前面我们讲过那个癌症的例子，其实还没有讲完。有些真正的大好人得了癌症，行善积德，却并没有让他的病奇迹般的好起来，最后还是走了。很多人就据此怀疑，说你看，做好事根本没用嘛。可是换上一双看得懂因果的眼睛去看，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行善的结果是让他比原本命中应该受的提早了几个月就安详地走了，等于是免去了生命最后那几个月最剧烈、最不堪的痛苦折磨，同时也替儿女省下了一大笔庞大的医药费，不再继续连累家人。表面上病没治好，人还是走了，好像行善白做了，可实际上那份善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替他减了刑，松了绑，让他走得更有尊严，更少受苦。因果的运作就是这样的幽微难测，我们这双凡夫的肉眼实在是看不清这背后那份真正的慈悲。现在让我们把整件事再往深处推最后一层，这一层能把久病这件看似最不幸的事彻底的翻转过来。佛法看待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是非常清醒的，它把我们的肉身叫做臭皮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一世暂时借助的一件会败坏的衣服而已。在佛法看来，一个人一生最大的危险其实不是死本身，而是死的那个时候心是颠倒的，是被贪恋、被恐惧、被种种放不下的执念死死地拉住的。因为临终那一念往哪里走，就决定了你下一站要投生到哪里去。你想想，一个上一秒还好好的人，忽然一场意外，说走就走了，他有时间准备吗？他那颗慌乱的心来得及安顿吗？来不及的。而久病尽管痛苦，尽管漫长，却在无意之中给了一个人一条很长很长的跑道，他逼着你一天一天的跟这个放不下的世界慢慢的郑重的告别。印光大师一生都在教人一个法门，叫念死。他甚至说要把一个死字贴到额头上，挂到眉毛上，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因为只有真正把死看在眼前，一个人才会甘心放下那些争来争去的虚荣和计较，才会升起真正恳切的想要解脱的道心。而那张漫长的病床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他把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身体的健美和骄傲，一层一层的全都剥光。剥到最后，一个人反而有机会第一次真正的放下，回过头来一心念佛，把缠了自己不知道多少世的业就在这里了结干净，然后干干净净的走。净土宗的祖师善导大师讲过一段特别动人的话，他说，一个人要往生净土，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怕死，要常常这样想，我这个身体充满了种种的苦，种种的不净，如今能够舍掉这件又臭又破的旧衣服，去换上一件无比珍贵的新衣，这是多么称心如意，多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啊！你看，在最高的智慧里，死亡根本不是终点，而是换衣裳，是脱掉苦，是奔向一个更光明的去处。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守在床边的家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我最想告诉每一位照顾者的。当亲人走到最后一程，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是抱着他放声痛哭，是盼命的舍不得。可是佛法却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这个时候的哭喊，这个时候的眷恋，反而会像一根绳子，把那个正要安心离开的人硬生生的又拉回这个痛苦的世间，让他放不下，走得不安，甚至因此起了烦恼和留恋，错失了往生善处的机会。近代的弘一大师在谈人生最后这件大事的时候，就特别叮咛，临终之际，家人千万不要在旁边哭泣，也不要问这问那，说些牵肠挂肚的话，以免动摇了他的正念。真正的慈悲，这个时候不是哭，而是帮他放下。你可以俯下身，在他耳边一遍一遍轻轻地告诉他，你这一生的功课已经圆满了，你做了很多好事，你把这个家照顾得很好，我们都很感恩你，这是最重要的时刻，剩下的事你都放心交给我们，你要牵挂的我们帮你完成，然后安安静静地陪着他，一句一句地念佛，送他最后一程。这就是佛门里最珍贵的助念。而就算真的来不及，就算亲人已经走了，佛法也告诉我们，一切都还来得及。人往生之后还有中阴身的49天，在这49天里，家人为他所做的每一件善事，诵经、念佛、布施、放生，以他的名义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些功德都能实实在在的回向给他，帮助他往一个更好的地方去。这也是为什么佛门特别重视在这49天里为亡者诵地藏经做功德。这不只是给走的人一份最后的护持，更是给留下来的人一个安放悲伤、化解愧疚的出口。有一位法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能安慰人心。他说，站在佛法的角度，死亡其实不是永别，只是暂别，日后还有再相见的机会。这样一想，那份撕心裂肺的悲痛是不是就能化开一些，变成一种郑重的、温柔的、带着祝福的送行。其实说到底，久病也好，衰老也好，死亡也好，佛陀在2000多年前早就把这人生的真相一语道破了。他说，人生是苦，这个苦不是要我们消极悲观，而是要我们看清一个事实，这个由地水火风4大和合而成的身体本来就是脆弱的、无常的，迟早都要走向败坏。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聪明愚钝都躲不过的功课。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走在这条通往终点的路上了。认清这一点，我们反而能少一些怨，多一分坦然。可是佛法在说苦的同时，也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正因为人身无常，正因为生命有限，这一世能得到人身，能有机会听闻佛法，才显得如此的珍贵难得。佛门里有一句话叫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似什么都失去了，财富、健康、尊严、
好像都被剥夺光了。可是只要他这一念心还在，还能够觉悟，还能够念佛，还能够放下，那这张病床就不再是绝境，反而是他这一生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修行的道场。从这个角度看，那位久病缠身的长辈，某种意义上是在用他最后的生命，替我们所有人上一堂关于生命、关于无常、关于放下的最深刻也最真实的课。好，我们兜了这么一大圈，走过了戒贤法师的病榻，走过了安世高的还债，走过了了凡先生的改命，现在可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了。一个久病多年才离世的人，到底背了什么业债？也许他是在偿还一位跟了他很多世的冤亲债主，也许他是在用最缓慢、最慈悲的方式重罪轻报，把一座本该把他拖入更深苦难的业障之山，一点一点的安全的移走。也许他是在和身边那些最爱他的人一起了结一段共同的缘，一份共同的业。但是如果你今天只从这支影片里记住一件事，那我最希望你记住的是这个：因果从来不是一根用来抽打坏人的鞭子，因果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也是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那本看不见的账，记下的不只是亏欠和罪罚，更是一条让我们可以还清、可以了断，最终得以自由的回家的路。而那些守在病床前累到脱了形的女儿，那些忠贞不渝、白了头的老伴，他们也绝不是命苦，他们是一段跨越了生死的深情，是因果织了不知多少世的一根割不断的线。他们每一次的付出都不会白费，都在为自己也为这个家铺着未来的福报。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走到生命的尽头，最有智慧的其实不是去追问这个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得如此下场，而是学会让自己的心慢慢的软下来，放下那份责怪，放下那份怨，也放下那份深深的愧疚和恐惧，把眼前的这场苦看成宵夜，看成一场漫长的还债，一场最后的修行，然后用最深的慈悲陪着他，也陪着自己，把它好好的走完。愿每一个正在病榻上受苦的生命，都能在苦中遇见那份看不见的慈悲，最终能够安详的放下。愿每一个守在床前默默付出的照顾者，都能真正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有多么的珍贵。也请你记得，在盼命照顾别人的同时，千万别忘了也好好照顾自己。这条路很长很累，但你并不孤单。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位久病的亲人，或者你自己此刻正是那个在床前独自熬着的人，欢迎你在留言区说说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你的疲惫，或者你的体悟。也许你的一段话，你的一份撑持，就能在某个深夜悄悄地温暖到另一个同样孤单、同样苦撑着的人。因果不虚，慈悲不灭。